Hello， 大家，這一條背帶褲出現了喲。根據以往拍片的經驗，這一條背帶褲的出現就代表今天這一集我要來做梅子了。我做過了梅酒、梅露、梅醬，因為今年在新市喝到了很好喝的脆梅之美式，所以今年我打算來做一次脆梅。我準備好了材料，這是青梅、糖、鹽、罐子。老規矩，看完這部影片，在這部影片下面留言我要脆梅，我會抽出3位觀眾送出。那我們開始吧，要不要 Let's go？脆梅相較於梅露和梅酒來說，會稍微麻煩一點，花的時間也比較多一點。但做好後，吃到脆脆的梅子會超級開心和有成就感的。那做脆梅的第一步就是洗梅子。做脆梅一定要注意，選这種梅子的时候，一定要選這種比較小顆、比較青色一點的，它做出來的梅子才會脆。然後洗了過後，就把這個蒂頭給挑掉。蒂頭這一步是一定不能省的喲，一定要挑的，不然梅子會發苦。洗梅子不用用力搓，簡單沖洗一下表面就可以了。洗完後可以順便把蒂頭給挑掉。你們看一下對比，把它清除乾淨就可以了。這2步做完後，就開始準備來搓梅子。現在需要準備的就是一袋粗鹽，這個是一定要用粗鹽，因為粗鹽我們要用來搓它，把它的生澀給搓掉，也不叫搓掉，就是去一下澀味。然後要準備一個手套，你自己家裡有這種膠的手套都是可以的，這是我臨時去買的。來，鹽巴可以先指到一半，好，我們先來搓搓看。這麼多應該夠了。搓鹽這一步很關鍵哦，因為這種小青梅算是還沒有成熟的梅子，苦味和澀味都會比較重。用鹽巴可以透過滲透壓的原理，把青梅中的水分和澀味給逼出來，讓口感更脆、更乾爽。搓了大概10幾分鐘後，梅子的顏色慢慢變深，表面開始反潮，就差不多可以了。現在是已經搓到它表面有一點點反潮的樣子了，所以這種的話就讓它靜置一個10到15分鐘，然後我們再來破口。如果你搓得很到位，其實也不用等15分鐘，也不用洗，就可以直接開始下一步，把梅子砸破口。聽講啊，聽講，現在來到了最關鍵的一刻，這是我搓完鹽的梅子，表面有一點反潮，有一點出水，然後有一點發青。我是靜置了10到15分鐘，然後現在我就可以開始來處理它了。要怎麼處理它？就是要讓它破口，因為我們是住大樓，如果用那個錘子來敲它的話，嘣嘣嘣的肯定會被投訴，所以我就用刀在它表面這樣畫一個口子，這樣就可以了。我看網絡上有些人是拿那個牙籤或者是什麼尖銳的東西，這樣在它面上戳幾個洞也是可以的。一定要記住，這個孔是不能太大，就剛好這個樣子就差不多了。如果你破得太凶、太大、太爛的話，它梅子的那種清香味容易被跑掉，所以剛好這樣一個口就可以了。其實搓鹽和破口都是為了破壞梅子表面的結構，讓裡面的酸、苦和澀味能順利排出來。梅子破口後表面有鹽巴嘛，也不要洗哦，直接往裡面加水就可以泡了。剛剛破好的梅子，現在我有把它倒回來，這個要注意一下，裡面有鹽嘛，這個鹽不要倒，好，就讓它這樣。現在先把梅子倒進去，這梅子上面也有鹽，不用洗掉的。剖好的嘛，倒進去，等我一下。加水進去，這就清水，直接加進去，把淹沒掉。應該還要一點點。這個也是清水，剛剛我接在這個鍋裡的，再來一點，好，這樣子就讓它泡至少8個小時。泡鹽水這一步需要等待6到8個小時，所以我們先來煮在下一步要用到的糖水。
這一步呢，就是來煮糖水。我喜歡用2砂糖，我覺得2砂糖比白砂糖吃起来要香一点。白砂糖我覺得只有一股甜味，然後就用2砂糖，這樣差不多一袋，我可能會留一點點，應該留1/10的樣子，然後就到9/10這一袋，沒有一個什麼特別的定量，而且我的鍋就是這樣子的鍋。反正就根據自己喜歡的甜度來加糖就好了。這一次的糖是加的最少的，我們一共要加3次，然後每一次的甜度會比上一次更多一點，反正就掌握這個原理就好了。煮完糖水，今天的步驟就完了。在這裡我還要解釋一下，泡鹽水原則上是泡6到8個小時就可以換水了，但我那天做完差不多是下午5點，再加8個小時的話就是凌晨1點，我乾脆直接等到了第2天再來換水。早上起來看到梅子有點發黃，有幾顆還軟掉了，因為這次失敗了，想着死馬當活馬醫，姑且把後面幾個步驟做完再来看。於是我就開始了泡水，這裡的泡水是把之前的鹽水給倒掉，換成清水來泡，每次1小時，一共換3次水。這樣做的目的是去除殺青後殘留的苦澀味和多餘的鹽分。泡完3次水後，瀝乾水分就開始泡糖水。糖水一共泡3次，每一次泡24小時，而且每一次的甜度要比上一次更甜。泡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冰箱。泡3次是因為每一次浸泡都會讓梅子中的酸水釋出，如果不換糖水，就沒有辦法達到浸泡變甜的目的。如果你是喜歡吃酸味重一點的，也可以不用泡到3次。泡完第1次後，我嘗了一顆，看起來顏色偏黃，但是吃起來是脆的。這個時候我就知道我做成功了。我的梅子終於來到了尾聲，中間一度以為自己快要失敗了，不過還好，最後是成功的。這一鍋是我煮的第3次的糖水，這一鍋是第2次的糖水，現在還泡着梅子。然後現在第2鍋的糖水是可以留下來的，不用把它倒掉，留下來平時你兌一點白開水呀，兌一點咖啡呀，兌一點氣泡水都是很好喝的，還有一點梅子那種酸甜的味道。所以第2鍋的糖水我要把它裝在這個瓶子裡面，然後其餘的梅子的話，我會裝在這個瓶子裡面，再加入第3次的糖水，把它封存起來，就是脆梅。平時想吃東西的時候，或是有客人來的時候，就可以給它當做一個小食。那現在先要來裝梅子。到這裡一定要嘗試一顆，咬下去的時候會發出咔吱的聲音，果肉緊實，非常鮮脆。因為還沒有完成第3次的泡糖水，所以在味道上還是會有一點酸，可以用更甜的糖水來泡，再冷藏一段時間就會好很多。終於來到了做脆梅的最後一步，真的是最後一步了，也是我今年想要做脆梅的一個目的，就是因為我在新式的放做咖啡喝到了脆梅之美式，我覺得很好喝嘛，所以我就想要自己來嘗試看看。然後這一杯是用美式咖啡壺煮的咖啡，我加了脆梅汁就泡的那個糖水進去，這是第2次的糖水，第2次的糖水一定不要扔。然後這一碗裡面是脆梅，哎，看不了哈，這樣會倒出來。然後我就喝一下，嘗試一下，就這個味道。因為它當時上面有一層泡沫嘛，它那個泡沫我後來猜想，應該是他用那個梅肉加了一點脆梅汁去打的那種泡沫，就像打蘋果汁上面有一層泡沫那種嘛，弄上去它的脆梅就青梅的味道會比較濃郁一點，比較好喝。但這個這樣子，就我喝到它下面的那一層的味道是一樣的，就是這個味道。那今年做脆梅就算成功了喲。那喜歡這部影片的記得一定記得點讚訂閱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！記得要去留言呢，我要脆梅，抽3位觀眾送出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今年脆梅好像做少了，這是我留給自己的，就只有這麼一點點的梅子，下面全是糖水。因為我想說，先把觀眾的抽獎的留出來嘛，然後最後剩餘的再留給自己。我本來預估是沒有這麼少的，本來還要多一點點，哪知道只剩那麼一點點哦。明年再做吧。